大家好，欢迎来到红石口袋，我是鱼干。今天我们一起来学写字。大家想到中文一定都会想到汉字，那汉字其实真的是。我觉得可能是这世界上数一数二难的东西，就是你不只要学习这个字怎么写，还要学习这个字怎么读，有的时候还有笔画很多的字。所以我们今天就汇集了所有笔画很多的字，来一一的把它写出来看看，然后看每一个字写出来呢，大概都要花多久。你们有没有过当自己的姓的笔画很多或很少的时候，会感受到自己的人生有那么一点点优势跟劣势呢？像我拿我自己举例好了，我姓刘，所以我的笔画呢算蛮多的。那这个时候我就会非常羡慕姓丁的同学，我示范给你们一次看。我写一个字大概要花4秒左右的时间，丁同学只要花不到1秒的时间就可以写完他的姓。不管后面的字是怎么样，姓是没办法自己决定的。所以当你在写姓的时候，你这个考试的优势跟劣势就出现了。我要花4秒，他花不用1秒。我们每一场考试的差距是3秒，有10场考试就有30秒的差距，有20场考试我们就有1分钟的差距。所以我的人生有很多时间就花在写我的姓上面，其实是蛮浪费时间的，对不对？不过现在的人类大家都在打字，所以对于写字这件事情呢，就比较不琢磨了，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就来学习写一些很困难的字吧。那其实这个是我之前在逛 FB 的时候看到，就有人在问说，你们有没有遇过笔画很多的姓啊？然后我看到很多人是说姓龚，其实我的人生中有遇过姓龚的人，就是这个龚，我不知道有没有写错。好，他要花6秒，所以他花了又更多的时间在写他的姓上面。但是其实呢，在我们的伟大的汉字世界里面，有笔画超级无敌多的字，那种10几画、20几画已经不够看了。我们今天要写的是长达100多笔画的字。OK， 那我们就现在就来看一下我整理了哪些字。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可以真的靠打字打出来的字。这个字呢，就是踏。踏这个字呢是3个龙叠在一起。这个字是我所找到所有输入法里面可以打出来最多笔画的字了。我们现在来试试看，来咯。他要花10秒来写这个字。这个字呢，就是3个龙叠在一起。之前有个新闻，一个香港的学生，他姓轩，他的轩就已经够难写了，他父母还给他取一个名叫轩并踏，中间那个并呢是3个雷叠在一起，所以他整个名字的笔画就变得巨爆多。他父母是因为算命，希望小朋友飞黄腾达，所以才取了这个名字。希望他现在已经可以如愿的改自己的名字了，因为他好像非常的想要改，反正他就是叫雷龙嘛，很酷。我们来看第2个字，从这个字开始就都不是输入法可以输入出来的字了，它都是一些可能比较没有意义的，或者是笔画真的太多了，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用的字。但总之，它的确是在历史上出现过，我们就来一看究竟。再来的这个字呢，叫做“表”。表这个字应该是用在面上面的。其实台湾最近也有进口一些，就是四川地区啊，或者陕西地区的面。这些面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表面”，是一种非常粗，然后味道很浓郁的面。而且这个“表”呢，它有非常多种写法，它的笔画最多可以高达70画。所以我们来写写看这个70画的这个字。而且重点是我还没有很擅长写这个字。如果我的笔画写错呢，大家就不要太纠结了，因为这个字呢，我们平常根本用不到，所以就算写错呢，也是没有关系的。OK。大概花18秒，但是我花了多久？1、2、3、4、5、6、7、8、9、10。6、7、6、8、6、9，为什么我只有69画？我少了什么？我啥都没少啊！我再好好的写一次。1、2、3、4、5、6、7、8、9。68、69、70，这样才对嘛？但总之写这个字大概要花18秒，然后它其实有一个很常见的写法是57画，我们来写写看哦。刺
实也只差4秒而已。这个字我会发现它的原因，是因为之前台湾有一个新闻，就是2015年的时候有一个新闻是说，就是四川有一名老师，然后他为了要处罚学生，如果迟到的学生呢，就要罚写这个字1000次。第一位受害者表示，这个字笔画很多，结构又很复杂，在写到200次的时候就投降，然后就再也不敢迟到了。根据指出，这项残酷的处罚执行后，迟到率明显降低。所以各位老师们，要不要试试看用这招啊？没有罚写就当掉，反正我毕业了。而且这的确是大学老师，大学老师还要罚写，蛮可爱的，对不对？再来呢，就是我们过去会认为笔画最多的，就是当我们想到笔画最多的时候，会第一个想到的字就是4个龙。4个龙这个字念折，形容唠唠叨叨的意思。也是14秒，是我蛮有写字的天分的啊，写的蛮好看的，对不对？再下一个就是我们的前5名了，好吧？我们前5名现在才开始，我已经写到有点酸了。第5名呢是我们的啪，还是啪，也可以念作贼，因为它是贼的古字。这个字呢有72画，这个笔画呢，我不知道是由简体字写出来的笔画，或者是繁体字写出来的笔画，因为这个东西我查到的，我只能以大数据来算。我们等一下写完，我们再来印证这个字到底有几画，我们来想办法把它写出来。那笔画什么的就不要管了啊。哦，16秒，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笔画多少，1、2、3、4、5、6、7、8、9、10、11、12、13、14，我少写一画，15、16、17、18、19、20、21、36、16、67、68、69、70，为什么我只有写70画？我们再来写一次好了，1、2、3、4、5、6、7、8。64、65、66、67、68，所以少一画，为什么？我真的没有办法边写字边算数字哎，我自己会停下来，奇怪。而且大家知道长就是长这个字，其实应该要先写直的，再写横的。我在维基上看到的，可是我以前怎么都是这样子写啊？咦？算了，我觉得现在的人可以写字就难能可贵了，笔画什么的我们就不要太强求。字这种东西呢是写给别人看的，大家不会看你的过程，只会看你的结果。只要会写字呢就已经难能可贵了。好，就这样自我安慰，大家就不要太在意我的笔画吧。再来下一位是我们的 title， 这个字包含了2个字，就是 title。title 大家就会想到那个日本最大的那个夹娃娃连锁，应该是最大嘛，就是日本那个夹娃娃连锁的集团，就是那个 title。然后这个字呢，的确是收录在日本的创纪画里面。那总之这个字呢，它分别是3个云跟3个龙合在一起，而且它总共有2种写法。我们先写3个云在上面就好，因为2个的时间应该是一样的。这个字有84画，比刚刚那个字还多，但是它看起来没有那么复杂，对不对？因为它毕竟是我们眼睛可以看出来是什么的。我们来写写看吧。我把它写成一个很长的字了，但是我花了20秒。它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龙在云里面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有很多云跟很多龙 ，OK 。再来这个字，我一看到就爆笑，我想说怎么可以有一个字长这样子？这个不是一个字，这是一种布的织法。这个字叫做猴油，然后它也是一个字有2个音。这个字呢是打雷的雷的古字，然后它有128画，它是由16个田和8个回字组成的。我看到了整个笑出来，这个字真是可爱到不行。我们来写写看，开始。我花了32秒在写这个字，太可爱了。
我要赶快把这一集拍完，我的笔要没水，我等一下只能拿纸来写，这样会很浪费纸又很浪费水。但是我们来写一下现存真正的笔画王，就是也许在中国某些地区或是台湾有某些古书里面还看得到的这个字，这个字也叫雷，然后是雷的古字，由4个雷的古字组成的，但不是刚刚的那个雷，古人应该超怕打雷的，所以他们有很多可以形容雷的字，然后都是很复杂的，因为他们可能觉得原本的雷看起来太简单了，所以后面的雷应该是慢慢简化过来的。因为大家可能想要写打雷啦，但是想要赶快把这个消息传出去，所以雷就会简化成那样。这个字呢，160画，它是写在一本书叫《集韵》里面，我们来试试看。开始会写错字了。如果以前有人的名字是写这个字的话，是不是会死啊？就是我不要读书了，我不要学写字，我要回去种田。OK， 画了大概37秒，中间有一个凸彩的地方，我就懒得计较了，好不好？总之就是这个字。然后其实这个字上面这一个字就是那个雷的古字。它本身笔画也超多的，那不是重点，我们赶快来写到我们的第1名。天哪，我们的第1名是我们的读不出来的这一个字，不知道它怎么来的，然后也已经没有书收录这个字怎么来的，然后它高达172画，这个我就不算了，好不好？因为我觉得它实在是太复杂了。我们来写写看哦。这边有个山，这边有个山，写了将近1分钟呢。为什么我写出来这么丑？我们再挑战一次。这个字真的是笔画超多的耶。如果日本人要学写汉字，因为我印象中日本人是不喜欢写汉字，因为汉字很复杂，他们喜欢写平假名跟片假名。那他们学汉字就已经这么辛苦了，当他们发现汉字的终点是这个的时候，应该就放弃了吧？应该就不会想学啦。这么可怕的一个字哎，我们来好好的写它。这边是一个走，好啦，我尽力了，好不好？写这什么烂东西，给大家看一下。写这是什么字啊？而且我的笔真的是越写越没水。这个字里面有1、2、3、4、5、6、7、8、9。10个土，所以它根本就是在写我们的地球嘛，就是有很多土，然后上面会有一些云，还有雷跟鸟啊在飞，对不对？然后这边有凤啊，有龙会飞，然后下面有鹿在走啊，有风在吹，地上还有山，然后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土，然后这是一个不知道人吗的脚之类的，或是一艘船，谁知道啊？然后这个东西搞得跟根号一样，这边一个啊，这边一个，奇怪哎，写个字像在写数学。今天的影片，我想就可以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大家看到这边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对，虽然我觉得应该是学不到什么，你现在又是怎样？对，这就是我们汉字的博大精深。希望大家都可以回去多练练。然后，如果你是大学老师或是国中、高中的老师的话，国小不要太残忍了，手会断，不要摧残我们的下一代。那如果你怕学生迟到或者是不交作业旷课的话，可以参考一下这个172画的字哦。反正我毕业了。如果你看了这个字自己也跃跃欲试的话，欢迎你把这个字漂亮的写出来。如果你觉得自己写的真的很漂亮的话，可以 po 在限时动态并标注我的账号，就可以帮你分享出来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按个喜欢，想继续看可以按订阅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放不上去，放不上去。